现在哈，这个现在基本上墨稿就已经把它画完了。画完以后，现在干什么？就是干染。本来这个干染的这个都应该是到下节课的，都应该到下节课。但是呢，我们就这节课提前完成啊，提前完成。完成以后，下节课一来就做色，就烘匀。烘完匀以后，然后肯定还有时间，也就是说明天肯定还有时间。就开始画春夏秋冬，因为春夏秋冬有些构图它是很复杂的，一堂课肯定有点困难，我们就多出一点时间的话，争取能够把它画得更好，是吧？好，谢谢大家的哇塞啊！哇塞，老师创作也非常的辛苦，不停的画，还要不停的去讲，我们就把我们对老师的感谢画成哇塞2个字送给我们的老师。好，谢谢大家哈。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这段话，其实干染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还最多那边瀑布有一点点，因为水已经干，已经染了，它就基本上就不去动它了，现在就是这里啊。为什么有些学员说了，为什么要干染呢？我们直接打湿了染就不行啊。只一打湿了以后，染的颜色它的厚度没有干染的效果好，特别是像这些树，它反差很大的这些树啊，它没有这么好。所以说呢，一般来说要通过干染把树把这个包括瀑布边上啊、水边上啊，要染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打湿了染。你就不去动它了，就保证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水它能够不往外面跑哈。水分可以多一点，因为6尺的不像4尺斗方哈，它只要一点点，这个就要的比较多了。你看，我们首先。就是说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呢？就要注意它在调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用太多的这个山绿色，因为在染的时候这个山绿这个颜色它覆盖力是很强的，所以一般说我们在染这个的时候呢，山绿色可以要一点点，一般说这个时候我要一点点，是吧？你看要一点点。是可以的，它可以让这个色调马上就厚重很多但是不要太多，太多的话，我一直给大家说的，我们在调色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色不挨墨，是吧？如果山绿多了，白色多了，那它肯定就怎么样呢？肯定就会一画上去，因为我们染的地方都是比较焦的墨嘛，染上去它就会把整个墨色给挡住。你看，现在边调，调的时候不要着急，我要一下子就调好，那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呢，就说我们这个颜色你看，我觉得不够了，我再去加。你不要一下子调很多。有些学员他在这个调色的时候本来这里只需要小半盆或者一点点颜料，结果他就是在调色上控制不好，一会儿看起来就好多了。
结果太清蓝一多了，它为了达到它要的效果，它会去干什么？就是用别的颜色去来调。结果本来只需要用一点点的颜色，结果它用了大半盆，甚至个半盆，用不了，只有洗掉，又浪费颜色，还要去浪费水，最后还要浪费自己去洗，大家觉得划算吗？啊，好了，调好以后，我们就要干什么呢？就要去染这些。你看我在这个时候哈，本身这些地方都还不够深，但是我在染的时候啊，把这个边缘把这个特别要小心是什么样呢？就是水分，不要去把这个树干给怎么样了不要去把树干给挡住了哈。有时候水分一多，你看我们到后面的话，这个山石跟水跟树啊都连成一片了。都连成一片了，你又感觉好像是在染，是这个树，哎，又感觉是山，这样子就做到，我就一直给他说，他就会很好的衔接，就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看，再往上，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哈，再往上的话。再往上的时候就不要这个颜色哗全部染到底，那你就两个字哦豁，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说一般来说，我染树也是分4个步骤。先是用比较深的颜色去把这些树的下半段，你看，这是像染这种形式的树，就是它1/3的这个空间，先把它染一下。好，这边又是把它下面染一下，在染的时候正好把这棵树前面这个树稍微衬一下。有些不必要的亮点就可以通过这个颜色，你看这也是这样子的，通过这个颜色把它给压一下。染的时候该深的地方你就大胆的深，你看像这些你大胆的深下去。大家听我这个声音，接触到纸上的声音是非常的清脆，就证明是什么样？证明这个纸还是非常经得染的如果是比方说有些这个拉力不是太好的纸的话，像这种力度的话，又是2个字哦豁。为什么呢？他稍微不注意，我曾经在笔会的时候就这样子的，稍微不注意就会弄不动好，你看哈。特别在画山石的时候那真的是山石或者轰云的时候，
这染都是要很小心的。远处一点的倒是简单一点，随便稍微染一下。这个松树，这个树叶用点染的形式，大家看在染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用照染，好像大块大块的去染它，用点染的形式染了以后呢，你还会感觉里面还有一些留空啊，这个时候等我再下一步的时候，用那个比较亮的颜色去照染它的时候，哎，这里面就有透气的。稍微把它这么染一下，它会有透气的感觉。把这个这里面还有颜色。好，这个染了以后，这基本上这个第一遍就染好了。染好以后，我们这里盘子里还有点颜色，将就这个颜色，我再把这个30啊，有很多地方啊，再把它染一下。刚刚说了，啊，这个地方就不要把它全部染下去了哈，要透气。你可以把这个地方染下去。来，你可以把这里染下去，但是这下面树下面要透气，让它透气。染的时候呢，也是不是说是全部平染？来，靠近这边可以把它平染了，因为这个都是在该深的地方去染。你看，像这里靠近这个水，为了把水衬出来，啊，这些边上啊，到时候都会把它染得很深。你看，这里一染深，马上这个水就怎么样了？就凸出来了，是吧？就凸出来了。像这些边上都把它染得深一点。包括开始染这个石头的时候，这个觉得不够深的，再加一点。但是不管我怎么去染它，还是给大家说了，不管怎么去染它，一定要保证我这些颜色它是不会去挡墨的。
6次呢，就是在染的时候呢，这个摄像机位肯定就不是这么这个哈。好，我们现在把它，你看染好以后，我们再看这个盘子里，是吧？再看盘子里，基本上我刚刚调的颜色，调了这么大一盘色，几乎就没有了，是吧？留了一点老窖，这个就跟我们蒸馒头需要一个老窖一样的，是吧？把它弄了以后，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加水分就要注意加了，因为加怎么样呢？就说基本上用多少加多少水分，画的久了，你们自然就有经验了。你看，这是刚刚盘子里留的一点，把它加点水分以后搅和搅和，哎，还有这么深的颜色，是吧？拍进来，染素第2层就不要再加那个胭脂了，三氯。橙黄，好，调好以后，这个染第2层的时候哈，我们就要注意了，就是刚刚染的这个第1层是在这个位置上，看到没有？是在这个位置上，像你看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是吧？那染第2层的时候，你就不要只是跟它一个衔接，哦，只是跟那个衔接，那就可以，那就行，那不行了哈。哎，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把这个颜色和第1层的颜色融合一下。你看，再把第1层颜色再染一道，这样子它第1层颜色啊，它就会更加的厚重了。然后本身它还要往上走一下，是吧？本身它要往上走一下，这里都可以直接把它压过去。这个也是一样的，再往上，你看现在刚刚是1/3啊，现在又往上走了点，还剩1/3了。后面一点这些呢，就是它要稍微淡一点，这个还比较深，哎，我们又加点颜色。你看，我在这个基础上，我适当的可以加一点点珠标，让它颜色。这时候加珠标，珠标是属于降火的，啊，加点白色。
加了珠标，它看不出来有珠标的色，但是它会明显就会。好，把它画了以后，我们染哪里呢？多余的可以去染。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厚重，染环境色。这个地方刚刚应该加棵树，没有加。靠近树的地方都可以把它染得非常的深。它一深了以后，这个树啊，前面的树就更加的突出。但是要注意，这个时候是靠近树的地方突出，但是不是说是你一直就这么突出啊，然后逐步的，这个是弄得差不多以后，笔尖蘸点水，是吧？把它过渡上去。把它过渡上去，这样子它就由浅逐步到深的感觉就出来了。这边也是这样子的。边画，我们这里边这个往下淡。你看，还有一些颜色的话，刚刚这些颜色都是非常的深，是吧？都非常的深。现在又可以再往上延伸一下。这条路，这一定要注意哈！你看我在这边也把它染了，这边也染了，这中间流出来就是路了，还有一点的话。基本上颜色是没有浪费的。把它弄了以后，
弄好以后，我们将就这个颜色，加点水，把什么呢？这个树这个时候就不是点染了，大家看，基本上是照染。在照染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染，你都要把这些留空啊，该留空的地方把它留下来。你看，有些该透气的地方。染的时候注意水分不要太多。像这个树大一点都。